呃，大家下午好，我是大地期货周文科。那么今天接到交易所的任务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纺织行业的产业这个现状。正好我们5月底内将的这个纺织行业下一个调研，那么把这个棉花的这个产业的情况大致做一下梳理。当然因为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大，我们对观点这一块我们可能尽量去回避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一下2019年我们最新的5月份的这个 USDA 的这个平衡表。USDA 平衡表就是本身大家回忆一下去年的时候，大家对2018-19年度的 USDA 的这个平衡表是去做交易的依据是比较多的。当时是产量大概2640万吨，然后需求大概260万。那到了今年5月份的这个USDA 给的国内的消费，全球的消费大概2672万吨，然后产量2580。这个产量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但是这个消费有可能还是有点偏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全球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去库存的周期啊。在617和1718，中国和初中国还经累计产业链累计高库存的这种状态下，那么18、19是碰上去库存。但有个前面我的箭头这里面参考，就是在2011年和2010年的时候，世界中极端的去库存状况的时候，2011和2012转换的时候，这里面需求整个下降了大概243万吨啊。所以18、19我们就是不是非常悲观的去的话，17、18计划，我觉得需求可能后面还要调整，还要调整。这是5月份的这个分国别的这个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后面我们对印度的这个出口，我们还是对印度的进口啊，可能还是有些在后面我需要再探讨。这地方我们看印度的出口给的是900，然后呃印度最后的这个期末库存，我们从去年前年的调研情况来看，印度的这个期末库存可能每个农业部给的是对的啊。或者说跟现实差异比较大。当然中国的这个期末库存，根据我看的大概年库存可能也会比这个 USDA 的这个数面低。那么我们看一下分国别的，第一个就是美国啊，美国就是2019年的目前的产量给的是大概480万吨。大家可以看，就是美国的新年度的种植面积实际上是下降的，但是因为去年德州的这个干旱去年德州的这个干旱高温集中率比较高，但今年呢集中率会下降美国的今年年区的这个降水情况还是比较好，温度也比较好。那今年我们认为就是到下一年度1920的美国这个产量480万吨差不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签约的情况，18、19的出口总签约354万吨，目前的预测总出口量已经超了9%啊，以装运的226万吨占出口总量的这个质量的69.3%。美国的采购就是今年美国的这个采购本来可以更加好一点，我们看就是中国的签约实际上跟去年同期差大概20万，然后装运的也是差不多也差了20万。后面因关税问题，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无法履约的。那么美国的出口数据里面，就是有一个细节，可能大家要关注。印度在2月份的它的装运和签约的情况，
上图是它的2月份有专业反应，2月份到现在是77万吨到5月23号，然后我们看它签约的这个情况，你看一下最新的一组数据是9万多包，印度的签约，我们后面会详细讲一下，这个印度的签约有可能会更加亮瞎双眼然后印度的这个装运量今年未装运的数据现在是9万吨那么已经装运了大概9万吨，但印度后面我们看就是印度上面这是2月28号的，下面是5月23号的，总签约量跟去年同期多了14万吨，然后装运量已经多了7万吨这个是2月就是3月份到现在的35的3个月印度后面我们感觉这个买国外的棉花后面有可能会是个大的变数那美国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说2018-19年度的产量大概是到确定然后2018-19年度期末库存可能我们认为没有 USDA 预期那么高因为我们看这张图，就是今年印度的期末库存给的是101万吨，101万吨。如果印度后面是超预期的采购的话，实际上每年的这个期末库存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国外并没有那么大。那么第三个就是印度就是中国未来的跟中美的贸易谈判会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元的这个采购的量。然后第4点就是新年度干旱预期消除，播种进度越慢于年均值那么新年度的这个产量预期大概479万，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印度呢，前面我们用的是 USDA 的表，那么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就是印度的像 CIP 的成员更加贴近它当地的那么它给的产量是546，然后进口是46，然后需求537，出口是80然后期末库存22。那么 USDA 呢给的是需求是给到540然后产量是555。那么印度可供进出口的是15万吨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可能大概月超出预期月超出。但是这张表就体现了个趋势，就是说印度的22万吨的这个期末库存，这个它印度的是棉花年都是10月到9月，就去年它48万吨，已经是非常低的今年如果22万吨，大家想一下，就印度它10月份棉花才开始零星上市11月开始上量，但是就是至少印度我们觉得就是至少维持去年的这个期末库存，印度才能顺利的进行检验所以这个也就是从这张表上来看，有26万吨的人口需要在后期要再增加进口那么它的进口，实际上它的进口已经比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已经多了15万吨，就是从我们测算的话，印度后面我们也在印度的出口的这个情况，印度到现在进口是56万吨，口是11万吨，现在进出口已经达到45万吨，然后印度后期如果再出口个40万吨的话，那么印度后面意味着就是印度如果达到90万吨的这个出口，那么印度我们即便它是20万吨或者30万吨的进出口，那么未来印度一定要进口60万吨，那么已经进来了2月份，那么意味着后面印度未来有可能是要进来大概是5万到50万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对印度的后续的进口，我们要重新分配。这样的话，印度有一半40%左右是进口美元的话，那么
有可能每年的期末库存就我们预想这样这个是后续有变化的东西。那么关于印度的这个产量，就是CIB 给的是546万吨，那么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上市量和去年同期的0.8%，那如果按照620来算的话，今年大数可能是507可能就比 CIB 的要稍微乐观一点。去年 USDA 给印度是626万吨，我们去调研的当初的数据，大致算的是570、580。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同期的上市量可能可以反映出印度的真正的上市的这个数据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印度的后面的进口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个是我们认为，但是它发生的签约有可能是在每年的就美国农业部的这一年的，但是真正发生进口量大的，有可能会体现在 USDA 的下个数据，但是体现在印度的今年的数据。我们看一下，就是印度实际上在16年的时候它的16年的灰色的线16年的时候，它的8月、9月、10月8万吨、4万吨、6万吨这里面就这3个月就进来28万吨今年有可能还会重现。那么印度我们简单做一个小结，就是18-19年度印度产量的大数综合一下，大概560万吨。那本年度印度供应略有剩余，大约就20万吨在其他国家多数可供进出口的大概是30万吨2月份就本年度印度进出口40万吨，印度年度口径超出10万吨的20万吨的进出口数量，都意味着需要进口33%才能到去年。放在去年的库存，期末库存是偏低。然后印度因素或成为后期低价格和新年度印度的 MSP 结果去年大家知道印度的 MSP 大概是81、82美分，然后现在我们看价差，就是说印度到现在到昨天的这个价格大概84.33美分，我们看 IC 的这个价格 ，IC 的价格我们7月份才68美分，这里面是有够的这个价差去打开它的物流这是后面我们要关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这个情况，中国的数据我们先浏览，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中国的需求，中国的一个是内销的国内的服装这一块需求，我们看就是说4月份的这个3月份的需求都还是正的在前面3月份有到了4月份的时候就转负转负。当然，就是这个服装是统计的零售额，然后网销这一块，今年实际上一到4月份同比是增20%。那么网销现在已经是超过了我们统计的这个零售额。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纺织品的这个服装出口，出口呢就是我们看3月份的出口，因为抢出口的因素以及主要是抢出口的因素因为抢出口里面有隐含的2个因素，一个是对美的这个抢出口，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口退税原来是16%的退税到13%的退税，这里面也隐含了相应的抢出口。这样大家一看就是说，4月份的这个同比数是下降，但实际上是我们看4月份的它的环比它还是涨的，都是增幅没有去年那么大，去年可能有这些因素在那么今年的环比数是这样增长的，没那么好看但是就从数据上来看，实际上内需和外销来讲，一直到4月份问题都还不是非常严重，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是就是到了5月份以后，我们中美贸易的这个谈判出现了一些非常负面的一些因素以后，更多的是情绪上，我觉得大家开始逆转，就原来那种乐观的那种情绪逆转，再加上本来是
9月又开始淡季啊，9月开始淡季。那为什么这情绪逆转那么快走？我觉得还是3月份、4月份，3月份比较好，然后3月之前实际上，我们去钓鱼的下鱼的情绪都还是比较好啊，像兰溪甚至出现这场一骑难求。那么4月份还有点奢望，顶到5月份开始有点顶出来，就预期太高以后，然后达不到预期，然后再加上贸易谈判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情绪集中释放啊，后面这个情绪就是一下子从很乐观的特别，然后不及预期啊，这个影响非常。那么我们再看需求的，就下游的这个布和纱的这个产量，从布的这个产量来看的话，4月份同比去年是下降的，4月份环比是这样差不多，但是就3月份、4月份，去年我们看，因为它去年3月份的统计样本进行调整，3月份、4月份跟去年同比是比较真实的。那从这个布和纱的这个产量来看，同比数来看，这个产业链去库存正在进行，这样的一定会体现在布的需求也不好，然后纱的需求也不好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让印染和服装的这个去库存然后就开始啊，这样就会反映到布不好、纱不好，然后再反映到棉花需求也会很差。刚才我也统计了，就是今年如果我们根据表序来算的话，3月份的棉花需求量表序才51万吨，4月份大概61万吨，5月份我现在预估大概60万吨。这样的话，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就是跟我们之前，像去年大家预计的，今年中国的需求超过900万吨啊，所以这些非常非常大的整个产业链去库存，那现在压力就全部体现到棉花上去。那么我们看就是终端的江浙资金的开批率啊，这个也是可以看下游的这个需求情况。3月份前整个开机率都还是非常好啊，都是非常好。到了4月份以后开始有金山银石的，去年是4月份好，今年是4月份不好啊，4月份不好，然后到5月份出现暴降啊，这个实际上是由大家这个市场产业链的信心受挫啊，然后当然贸易战有一些的情绪上因素影响的，然后比方有些国外的一些品牌，他要求开始经营单子，强行的要规定这样客群啊，它70%的订单，把原来中国70%的订单下到国外去这些对整个产业的情绪影响非常。那么我们看就是这个冲击的这个因素，就是中国剩美的这个出口对棉花的需求，整个剩美的这个出口对于我们棉花，我们团队做出的需求大概预计是72万吨。72万吨的话，但是如果咱们影响30%的话，也将是80%，但绝对量不是。但是呢，更多的我觉得是情绪的影响，就是情绪呢影响这个产业的动作。那我们需求里面再看两个主要的替代品啊，第一个就是棉花和面胶，这两个比较相似，面胶是它是针叶的这个针叶浆的这个。那么我们可以看，就是特别是右下图啊，大家可以看，就是在我们3年收储棉花和面胶高价差的时候，或者说棉花价格高于面胶价格的，这个时候是刺激面胶大量需求增长啊，从10年、11年一直到14年啊，这几年大家可以看，从09年这一共增长将近190万吨啊，190万吨，就是六年时间增加190万吨，大数就是每年平均增加30万面胶的面胶的这个然后中间因为棉业价差回来以后啊，看我们的156啊，这3年面胶的增长就乏善可陈啊，在这个品类上没什么太大的。然后到了
18年的时候面胶整个因为它13年棉花价格也起来，面胶价格高位，但是面胶价格还是比棉花价格要甚至要高2次。这个时候刺激了面胶大量的产能投放，去年投放了100万吨，100万吨的这个产能投放以后，整个面胶的供应就严重过剩，严重过剩，那么面胶的价格就一路下滑。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蓝色的这条左上角，蓝色这条线，面胶价格实际上最近都大概11500都已经远远低于2万。我们看到这18年呢，面胶的增量又有了19年以及这面胶的增长还是持续如果按照18年的这种现状来看，增长到20万吨，可能是这都对棉花形成直接的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节能改迁节能改迁的增长的最明显的就是在14年就是13，就是14、15、16这些年是连续的增长，它跟棉花始终保持着像节能改迁这个价格，棉花保持在大致6000到7000的左右的这个价差的，那么它对棉花的这体量它的这个增量每年大数20万吨、30万吨这种增长在往上的如果你想再把这个量加到我们跟面胶加在一起这样大概就是5万吨到60万吨这个纤维的这个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在总的这3大纤维里面增量里面是对棉花肯定是加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下游的这个库存下游的批布的库存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这批布是高库存，这种肯定它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下游的这个应对它去的然后这样的话，包装可能去库存现在也已经开始，那么我们体现在批布的库存，今年比去年多了11天然后纱的库存呢右上角纱的库存长期的这个棉纱的库存去年多了19天去年这个时候正好5月底的时候还爆发了一波当时因为下雨天的还确实是很好，库存是非常低位的但是就是比一般中性的库存大概20天左右，还是多了10天，对吧？然后房企的棉花库存呢，实际上是不高的，就是这个到产业链里面去看的话，大家都会发现，就是说，不管是制厂也好，房产也好它的原料库存都高的，但是成品的库存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国内的供应的话，今年的新疆的供给量已经514万然后如果加内地的，我们如果按照新鲜网的580万在去年同期略有增长。那么国储这一块到去年为止是266万266万。我们按照以前就是前几年减下来，去年的我们对我们南关老师统计的是275万吨，现在这个数据的260万，差的不大。那么开储呢，今年我们总量呢预计100万吨，每天的挂牌1万吨然后挂牌到9月底。那么开储里面有一个东西小细节，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根据储备年实际人数情况和棉花市场供需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实际安排人路。实际安排人路呢，我们在猜想就2种可能情况下会安排人路。第一种呢，就是在外面价格非常非常低的时候这个是值得去购买的比方如连粽子都种不出来那么便宜的可能是因为供需情况才那么成本就是已经低于成本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今年我们国内的新年上市期新疆的棉花如果价格比较低，我猜有可能大概会国家有可能会这个
为什么呢？这里面还是跟我们16年当时做的分析的时候是有一个假设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财政的这个预算补贴的预算，它肯定是有额度的有额度的，这个是如果按照我们经验，你像1415和1516这2年在新疆这个农民的销售棉花那么便宜的情况下，就是13000附近的这种情况下当时对着19800去补的14151516这2年也就是142亿和139，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南疆11州的。我们即使按照150亿的这个经验值来去测算它新疆500万吨的这个产量，那么今年18000亿，3000块钱大概15600。不过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脑中的这个价格，得到公众的话，我可能再减去个10%，14200左右。那5200左右，如果再减去500块的平均升值的话，它14000，4700那么今年这个棉花如果低这个价格的话，意味着有可能也就不够，那我觉得有可能要收出的概率很大的，这个大家可以探讨对。那么排除这一块，就我们再看一下，供应的这个排除这一块，那么到现在成交了21万6到这那么成交率91%。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如果按照这个平均去算的话，反正就90万吨左右的这个成交量，如果去算后面我们把供应去加总一下那么进口我们看一下进口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棉花年入进口已经140万吨。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的话，今年进口200万吨有可能到180到190或者说200万吨这种大致的区间吧后面我觉得有可能会减因为内外价差已经在缩小，是吧对，在缩小的量也不会太大，那么180大一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沙县的这个进口，沙县的进口今年跟去年同比2%，到现在为止4月份是130万。沙县的进口后面我觉得跟去年差不多就是去年214万吨210万吨，今年总200万吨有可能205到205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这个每次涉及到内外价差的有，但是它可能会减。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中国棉花的商业库存，今年跟去年同期是多了98万吨那么较1516年那时候是非常低的，多了260当然是那个是有活出去的但只有240万吨不一样但是我们跟去年的比较，肯定多了98万，这是跌的那么我们看工业库存呢，就是棉花工业库存是同比是多了13万吨，这个数据呢，可能就是说它是含了厂长可能定的放在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稳。然后我们看交易所的这个，交易所今年的成单是长期量的，到现在还是大概7万亿的成单。这个是根据公开的数据，之前按照市场的预期的消费数据做的这个平衡表。那么起初是272，然后产量577呢是信息网的数据也给600然后棉花进口的是200万吨那出口呢我们可以忽略然后刨除129，这个129呢是我们以
美国农业部的8月到7月的，因为去年8月到7月是统计的这个整年，这样的话是如果按照900万吨的这个消费估算的话，那么就是抛除今年抛完以后，可能到7月210万那如果抛到8月、9月到9月底我们再去吃完大概就175万这种数据。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己调整过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我们对需求进行了调整需求这是我们之前调的这是大致预计是800万吨，因为今年我们去不但是去的不可能去到16年那种程度所以我们调的是800万吨。但是实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800万吨需求就可能有点问题这个要调节，这样调节。一开始我们30-50个月的这个需求然后再加上我们去年商业库存跟就是上一个是商业库存我们看如果要去这个库存的话可能后面就是纱布硬染服装这一块，如果都能够去10天库存1个月库存下来的话大数也是7万多。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消费的预估8万吨，但是从目前这就是35这几个月看，可能我们的需求还要挺能够吃750万要很。这样的话呢，就开始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我们进口是200万吨，然后产量呢算580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已经是780万吨如果再抛个90万吨，那么就870万吨那么870万吨，如果我们减去800万吨，那么今年库存还会被动来70万吨。如果是750的话，有可能就多来100多万吨，这个是被动的。所以从国内来看，我们可能压力还是非常大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把微观上的5月底的这个调研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5月呢去调研的目的呢是主要是了解一下纺织品方批布和纱线的需求和纺织品方批布和纱线的这个库存的情况了解产业链各大的这个市场情绪，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拿到的一些公开数据经常会出错，跟现实差异会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到现实当中去看一下。正好呢，交易所也组织了这个交易那么我把整个就是分一道一道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就是服装的这个出口订单第一就是对美国的这个出口订单，从长周期的大订单演变成高频的小单然后第二呢，就是蓝厂和服装出口商的反应部分美国品牌订单强行在基础纺织品服装的订单要求反映至国外，这个呢不单单是美国的品牌，刚刚像 Coach 不单是美国的实际上就是 H&M Zara 他们都有反应欧洲的一些品牌也是将订单往外转移这个往外转移。那前提加上4%关税的纺织品，因为汇率贬值和买卖双方各承担一部分呢，还能消化加征的税费。但是后期如果就是加征25%的话就是除非汇率大幅贬值，否则很难消化。这个实际上我们的前面的2000已经加了那么这是第4来含纺织比较大的这里面有那么这一部分如果要加的话，那可能受不了，很难消化。那如果要消化，除非是汇率大幅贬值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宏观环境上来看，汇率要大幅贬值的可能比较低，但是
原央行的周行长也讲说，汇率我们守不守期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可能也是反映了国家的一份就是态度啊。那么目前呢，有部分出口商实际上在维持着客户，还勉强支撑订单，就是亏损也还在接这个订单啊，主要是认为对贸易谈判还是抱了一丝希望的，不想失去这个合作和这个渠道啊。第四呢，在2500亿的加征清单里面，包含的方不大，后面如果3000亿开呢，全包含进去。第五呢，就是4月份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的调整，叠加中美相互加征关税，造成今年1季度的抢出口抢出口后呢，金山很旺啊，形势就这样了。纺织产业呢，熬到5月，订单呢还没转好啊，这个时候又碰上又到8月本来又是传统的淡季啊，叠加呢正好中美贸易谈判传递的这个相互之间强硬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心情呢悲观的预期迅速，这个呢就是从原来的乐观到悲观，这个形象差异是非常大啊，所以呢这个产业就是大家主动的在去库存啊，所以越是主动去库存，这个时候价格往下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往下跌的时候，这个时候数量空间就是小进去，都非常悲观啊，买方都比较僵持。那么蓝厂啊，蓝厂这一块就是新蓝厂在2008年以后，一般呢都是会进行常规产品的备货，但是去年开始因为订单下滑，常规产品就备货了，单纯加工或者订单加工，这一块就是实际上跟去年还是有变化的啊。第二呢，就是有蓝厂反映，前2年年发的比40%左右，就是他们懒得赦免的这个房子。现在呢降至30%，含粘胶的面料已经占到30%，这个是含粘胶，不是说全部是棉啊。然后麻料又开始流行。第三呢，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金山银是5穷6绝7死8活嘛，是吧啊？一般8月份开始订单会开始转好，那去年是整年都没有淡季啊，淡季不淡，今年4月份开始明显转淡啊，价格下降还是就是价格降下来啊，蓝厂的订单还是吃不饱。到现在我们去调研的几家企业呢，大概70%，往年至少要到清明节以后才。那么布厂的订单量远不及往啊，其中一家牛仔布厂去年这个时候订单能排到11月，今年订单呢只有2到3个月的单子。它通常反映3月份前的蓝企订单还是啊，特别是像3月份的一早出这样，4月份的结算之下，本来是金山银市嘛，但是对4月份还是有期望。4月份订单不及预期以后，大家都还在就是都一直在观望，希望这个订单会不会后移到5月份上去。最后中美贸易战，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出现一个预期的好的结果啊，所以最后大家心情就开始崩溃啊。然后批布的库存普遍在1个月左右，一般的最少是15，多的时候是45到60。目前呢压力呢有，但是呢就是我们调研的就是压力是有，但也不是说就是到极限的他们说啊。那第三呢，就是沙县的库存控制在6到15天左右，原料的库存他们控制的比较好啊，相对都是比较低稳。第四呢，就是反映下游蓝厂的库存高，这个呢跟我们蓝厂的一样的。但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蓝厂调研的时候，蓝厂库存还是高啊，还是比较高。但是呢，后面因为订单不好，以后蓝厂的比如说去年到今年已经降下来。然后第一点的订单不及往年的，有一部分因素是大单拆成小单。那么我们纺织厂的这个情况啊，纺织厂的就是沙县库存有压力啊，下游的持观望态度，这个布厂也不好嘛，是吧？布厂可能
市场信心还没起，所以纺织厂它也理解。第二个就是四大企业反映就品牌的定层在完全的然后大了的同比和相较3月的环比都会有增加然后第三个就大厂棉花都会大的纺织厂它的棉花都会保持合理的库存，小厂呢因为情绪比较悲观呢，现在处于一种人用塞采的状态。那贸易商贸易商呢，就是3月份市场也反映就是需求都还比较好，4月份的旺季期就结束了5月是整个市场传统的淡季的开始。贸易商谈判僵局对市场就是贸易谈判的僵局对市场心理有很大影响，同时呢还要担心汇率波动太大，对于贸易商他们简单然后纺织和织布厂大厂的被动层来抛货，在市场的承接的能力也非常差实际上就是贸易商的它的库存都是不高了有高的但是比较个别纺织厂3240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品种第三呢，就是上规模的这个贸易商维持的这个库存一般优秀的贸易商他还是因为浙江这口我们沟通比较多嘛然后大家去年在经历下来实际上都还是比较谨慎的特别在今年2、3月份的，就是1月份到3月份这段时间，春节的前和后能出的都我就出了一样，所以呢，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我们了解个别大贸易商他手里的货比较多可能是观点然后第四呢，就是粘胶和人棉的供应严重过程价格跳水，这个人棉杀死粘胶的下游对吧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前面对浙江纺织行业下游的这个调研，整体的来讲，实际上贸易商和厂和布厂和纺厂它的原料库存，但是呢成品库存都有点偏高，然后整个市场情绪呢比较差比较差。那么整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最后我想在大家现在感觉有点哀鸿遍野的时候呢，也想建议就是凡事呢物极必反然后否极泰来。当然这个否极泰来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整个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去它肯定也说3个月5个月就对吧，都肯定要按耐时来算的。所以呢是需要时间，但是回过头来呢，就实际上从棉花到了目前这种价格，达到的正盘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价格是12600然后9月份价格12000，这种价格的话，实际上从更长周期来讲这种价格还是相对还是就是风险已经比较充分的释放了已经比较充分释放了。那么这个是我今天大家汇报的然后有不对的地方，请我们行业的朋友给大家拍砖那么我先讲对，下面有问题请大家提问。
这样我一个一个来回答，就是棉花现在能做多吗？看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如果你从稳健经营这个角度来讲，你本身库存都不高，然后你下一个杀都能背得出去的话，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棉花的这个价格跟你的加工费用还是有啊，还是有。看你拿多久啊，然后你如果是从年度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是可以的，但当然还要短期做好风险防范，因为短期的市场情绪，包括去库存周期，那么从国内来讲，就是这个价格是有价值，但是呢，你看我们爷爷都是深水的，实际上多多也是挺难受的啊，然后还要扛很长的这个时间成本，从盘面来看，现在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偏弱的啊，一直空头当中。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方出口越南、孟加拉的这一块，呃，就是我们把不管越南也好，孟加拉也好，因为暂时我们这个数据呢，我们蓝冠老师因为刚好前段时间生病了，刚回来，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中国别的这个呃没有还没仔细去做出来啊，这另外再把这些。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市场啊，除中国外是一个市场，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没有关税啊，它相互之间比较融通，我们还是除了1%之外，还是有华整啊。那么，如果中国的整个订单有转移的情况下，那一定是会转到国外去的。然后，全球的总消费，我们想刚需这一块，它还是今年在增长，毕竟人口的经济呢也在增长啊。但是呢，全球的这个去库存周期的情况下，这个环境下呢，他们要做库存比1516这个年度的统计的时候，当时考了260万，当然1516本来够的嘛，是吧？之后大家很多人都喊着中国需求不行，哎，这个够的，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当时发现也是不够的。那么跟去年同期，我们商业批量也多了90万吨。那么这部分达标，中国到如果我们按照今年750万吨、800万吨这个需求的话，意味着中国今年可能会被动的来过在一起70万吨到120万，那这部分至少也去啊，可能体现在表序上，这部分就是这部分是需求是下降的啊。如果你单单中国的70万吨就可以抵消全球的刚需整体的增长是5万吨到70。如果今年我们就是去120万吨的库存的话，就实际上全球总需有可能，单单中国的去库存加了，跟全球的刚需就总需求可能要下降。如果国外像就是孟加拉啊、越南也存在着这种高库存这种情况，适当的要填充库存的话，那么这样总需求可能还是要更加消化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全球的总供应和总需求放在一起来考虑。然后明年呢，实际上刚才我忘记了有一块，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储的这个储备这个量呢，根据前期一些会议上透露的这信息来，目前的是275万吨，270万吨左右的国储这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库存的话，那么意味着实际上有可能会发生突破的现象。这样今年呢，就是说平衡表呢，可能压力也不是太大啊。看上去呢，我们明年因为现在看上去是有压力嘛，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的压力，可能也不是太大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位朋友说近期进行交割能否合适？我不知道您是买交割还是卖交割。你如果是买交割的话，我们知道有份厂单，现在能够7月份交割到的，可能
都是深水相对比较高的啊，那么销售的考虑或者这方面的话，你应用啊，价格上来讲，觉得是有价值的。还有就是说，下游如果你的沙石都已经订单，你保证这个价格能卖得出去，那么它让你保证2万1以上能卖出去啊，那么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去交割嘛，你可以去跟市场里去点一些贸易商的，可能会更加多。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有个朋友说，听说新疆都减产了，今年的新疆，可能有关调研的同志去啊，大方因为水的问题啊，或者或者政治的一些原因啊，像可能会面积上不一定会增长，但是我觉得今年整个新疆的这个产量，就是在全球的总的这个供应里面，新疆的这个变动量影响不是很大，都不是主要的矛盾。我不知道这样回答，这位朋友。好的，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么就今天的这个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